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 Horace。今天来组装 Shift ST 这一款机壳。那年初它发表的时候，最震撼的就是它可以在3个形态之间自由的切换。一个是最小的无外加风扇的 A4 架构，类似 S1 与 10A4 这样子的放大版本。但最后就是最常见的240的水冷顶置方案，那这边有很多类似的机种，诸帆布及备载。那体积从 13.5 升可以增加到3层近 17.4 升的配置。它的外观部分延续了家族特色，是非常锐利的外形，搭配厚实的铝合金面板，在相当不起眼的 logo 面板下，是可以整片滑动的铝板。划开可以看到 USB Type-C 还有灯效的切换按钮。内部的机构有金属的理线扣，电源 L 线材也很软，装起来很顺畅。在装机的部分，先取下磁吸的前面板，打开卡榫后向前推开即可将整个上面板取出。下盖的部分，它的脚垫是卡榫设计，跟上盖一样，也是推开向上拔就可以了。侧板直接拉起即可。顶部它只要拆下2颗螺丝之后，就可以顺着旋钮打开。无论你是安装水冷还是安装主机板，其实都非常的好装。它还有一个塑胶的延长线卡榫，显卡的部分有防撞的胶条与透气孔。显然它有注意到像3080、3090这样子公版的需求。原厂它有配置 PCIe 4.0 的线材，拆开延长线后，你可以看到整个处理器的背板都是可以更换的。显卡支援到3槽，理线的空间也很够。就算你没有定制线也不会有问题。ST 它的气能模式可以支援到72 mm 那么高，因此在整理水管管线会相当的顺畅。接着我们先这样子上机看看是否能够顺利开机。可以看到直条纹的灯效相当的醒目，透过内部的反射来增强灯光的效果。接着我们盖回上下盖 10700K 加 6800ST 来开半小时。首先是噪音测试。距离45公分下，它的噪音大约为49分贝，环境的背景噪音是32分贝。PWM 的曲线延续我上一次 Q58 的降速设定，那转速分别为1800与1500。显卡的温度是74度 ，TJ 89度 ，CPU 没有降频。那接着是气能换装的过程，我们这次使用镰刀大手3的散热器。那为何不用 L12？ 主要是因为考量到 L12 是把热风向上吹到侧板外。这样我加装2颗风扇来抽风，效果有限，所以来换成更传统的下吹式的大手3来做验证。系统风扇我也是使用镰刀自家的1200转风扇，非常的安静，过程中几乎听不到声音，只有大概38分贝左右，但现实总是相当的骨感。我烧气不到5分钟后 ，CPU 的功耗就从170瓦降到125瓦，大约只有 4.4G， 所以我直接风扇全开。噪音的部分大约从38分贝提升到46分贝，那我们来听一下。烧机半小时后，显卡温度74度 ，TJ 88度 ，CPU 的功率为135瓦，频率为 4.4G。接着我们把2个顶置风扇也插除，它的噪音从46大概降到43左右。那我们来听一下。烧机半小时后，显卡86度 ，TJ 102度 ，CPU 的功率大约为120瓦，频率从 4.7G 降到 4.3G。比较 CPU 的部分，3种模式的 CPU 功率为170瓦、135瓦与120瓦。GPU 的部分的温度大约为89。88与102，可以看到在 GPU 的部分来讲，水冷与气冷加高模式相近。CPU 的部分，就算水冷会受到显卡热风影响，依旧是比下吹式的气冷有利很多。要注意到最小的模式下，你如果没有外加风扇的话，温度会直接高超过10度，这样子灯光效果露出只有1点，我也觉得很浪费。但我不会因为想法不一样就觉得你不理性，所以你要装就装吧。那加装2颗风扇的增高方案，对于我这样10700跟6800来说，它的游戏与剪辑体验算是可以维持水准，可以满足高阶的配置。但最高的模式下，虽然它的 CPU 温度最低，但此时的体积 17.4 升已经大了很多，而且不支援280水冷，算是有点可惜。总之，就算这个机壳不尽完美，但我觉得组装的体验已经算是顶端班。透过塑胶零件垫高与螺丝的变化，用这样简单的方式来达成变身任务，实际的强度也很有水准。希望这样子的机构设计可以在历史上保有一席之地，
让这个名版 logo 更有价值与信仰，增加以后更多的不理性粉丝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，有什么想法留言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是 Horace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